如果没有无人机的加入，俄乌战争会打3年多吗？据多方估计，截止到2025年初，俄乌战争已经造成了至少100万人的伤亡。许多人认为，这100万人的伤亡当中，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无人机造成的。那么，作为世界军事强国的俄罗斯，无人机一定很强吧？还真不一定。今天我们就从设计、生产和制造3个方面来具体分析一下俄罗斯的无人机，顺便揭露一些俄罗斯无人机背后不为人知的真相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俄罗斯无人机在设计方面的问题。前苏联航空航天方面的成就虽多，在无人机的设计生产方面却充满了未被知识污染的美。吃苏联老本的俄罗斯自然也没拿到什么遗产。俄罗斯的无人机工业从2005年以后才开始逐渐成型，起步晚，底子薄，水平差也就罢了。俄罗斯又犯了一个老毛病，那就是眼高于顶，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，什么都能行，总想着一口吃个胖子，分分钟赶英超美，真到了做的时候就抓瞎了。截止到2025年，对标 MQ9 死神的猎户座基本上看不到踪影，更不要说被自家苏57击落遥遥无期的 S70 猎人了。由于俄罗斯自产大型无人机的能力几乎为零，俄罗斯的先进无人机几乎完全依赖于外购。截止到俄乌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，俄军总共也就装备了3000多架侦察无人机，其国产化率不足30%。欧美禁运一收紧，俄罗斯的无人机库存就立刻告急了，不得不转向伊朗购买见证者系列无人机，以解决俄乌前线的燃眉之急。这一奇景在世界主要国家里，重要军事装备如此依赖进口，也算是令人啧啧称奇的。当然了，也许有人会说，俄罗斯无人机工业不行，都是欧美搞禁运针对的。再说了，现在都全球化了，你英国、法国的无人机里面用的不也是台积电代工的芯片？俄罗斯黑客那么有名，做无人机无非是画个电路板的事儿，怎么可能这都做不好？你还别说，俄军可能还真做不了。无人机中最重要的部分无非是飞行控制和导航系统。俄军现在使用的远程无人机系统其实并不怎么追求精确度，只要能飞到目的地附近，基本上就算大功告成。他们使用的 GPS 和格洛纳斯卫星定位误差大不说，还非常容易受到干扰。在战争初期，乌克兰甚至可以使用民用级的干扰器来反制俄军的无人机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，在2023年初，俄军就开始走私乌克兰的4G 电话卡，用民用频道的手机信号给自己的无人机做导航。当然了，这种事情用1次是出奇制胜，用2次那是防不胜防。用的多了，乌军也就学聪明了。而且不论是格洛纳斯还是电话卡，他们的信号都比较容易受到干扰。只要乌军反应过来，立刻就可以将其反制住。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，俄罗斯在军用装备上的生产研发是比较捉襟见肘的，不然也不会病急乱投医，用电话卡导航了。另外，2024年初的时候，俄军出现了光纤通信的无人机，工作原理类似于许多线控导弹，这也是俄军搞不定无线电干扰的无奈之举。而这里面还有一个例子，从侧面说明俄军的电子设计和生产能力实在是上不得台面。UMPK 滑翔炸弹套件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，这是一种廉价简单的炸弹改装套件，由可展开的弹翼、廉价的卫星制导套件组成。这种改装套件虽然看上去粗糙，也没有什么新意，但确实是一种很有效的运载工具。它可以将传统的铁炸弹转变为具有防区外打击能力的制导炸弹，类似于美军的捷达姆炸弹配件。而对于 UMPK 这样的套件来说，最重要的部件就是导航，而导航模块主要是通过处理陀螺仪传回的数据，进而控制无人机的运作的。大家请看，这是俄罗斯 UMPK 套件的导航模块，看出什么来了吧？好吧，如果各位没有电子方面的基础，那也不要紧，请看这个有很多条线路接进来的部分，这是它的主控芯片，来自意法半导体的 STM32F405。不过这个不是重点，看到旁边银色的那个玩意儿了吗？这个玩意儿叫做晶阵。所谓的晶阵是用来给处理器传递时钟信息的，它控制着整块主板的数据传输。如果它被干扰了，输入到处理器的数据就会出现大量的错误。
因此通常在设计电路板的时候，晶阵都要尽量靠近处理器，远离大功率、强干扰的信号源，并进行胞地之类的屏蔽处理，保证信号的稳定性。但这个制导模块怪异就怪异在，这个导航模块本身设计水平相当不错，使用了4层电路板的设计，整体的集成度很高，但它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，就是晶阵电路放在了电感的旁边，而电感会有明显的磁场干扰晶阵电路的正常运行，进而让整个模块失灵。那既然它会干扰模块的工作，那俄罗斯人就算是设计的时候没发现，那验收的时候总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？这个电路巧就巧在，设计者为这个位置的电感选择了一个带全屏蔽的电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全屏蔽电感产生的磁场是不会外泄的，也就不会影响信号线的工作。早期版本测试肯定没问题啊，但全屏蔽的电感要贵一点，而半屏蔽的就会便宜一些。随着采购批次的变化，这个导航模块的可靠性就可能迅速下降。当然了，可能有人会说，我不换不就行了吗？实际上俄罗斯的人还真换了。乌克兰捡到过后期版本的陀螺仪照片，里面清晰展示了电路上的全屏蔽电感被替换成了半屏蔽的。这件事其实相当尴尬，这说明要么俄军内部的设计研发人员有内鬼，要么就是内部完全没有懂行的设计人员，整个外包给了外部，而且也没有对设计图纸进行审查，直接就加工生产了。俄军高层不懂行的例子其实还不止这一个，伊朗人卖给俄罗斯的见证者无人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。这些见证者无人机的内部电路里加入了大量的无用设计，比如说给继电器加屏蔽罩，在电路板旁边加了一套完全无关的电器，过度冗余的模块和主电路不相连的信号处理器等等，似乎唯一的目的就是让这些电路看上去比较高端大气，让俄罗斯心甘情愿地去买单。设计水平不行，那么俄罗斯无人机的生产水平又如何呢？很可惜，也不行。前面我们说到，俄罗斯的电子工业不能说不太理想，只能说已经病入膏肓，烂到根子里了。从苏联时期开始，就由于机械加工和精细化工等方面的落后，以及严重的技术路线错误，导致其电子工业技术长期落后于欧美等国。时至今日，仍然和国际先进水平有所差距。举一个比较古老的例子，苏27战斗机的 N001 雷达在性能大幅落后于 F15、F16 等对手的情况下，权重高达980公斤，比 F15上的 AN/APG63 雷达重了5倍，以至于不得不扩大整流罩体积来安装这个巨大的雷达系统。这就足以说明苏联时期电子工业的落后，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，俄罗斯的电子工业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首先是供应链问题，说到现代工业生产，绕不开的就是供应链。前面我们提到，俄罗斯的电子工业基础极差，微电子元件高度依赖进口，一架无人机上说不定找不到一个俄罗斯自产的主要元件。近期生产的绝大多数无人机都是通过所谓的军民两用部件，也就是既可以用于家用电器，又可用于武器的元件生产出来的。而且绝大多数零件都是由欧美公司设计，亚洲代工生产，再通过灰色渠道走私到俄罗斯境内的。好吧，电子元件生产不出来，这个还算有情可原，毕竟放眼全球还是设计代工的多，真正能大规模生产的少，毕竟造不如买嘛。但有些东西俄罗斯明明能生产，他也不去做。例如在伊朗生产的见证者无人机，机身主体使用的是蜂窝状的复合材料，到了俄罗斯这边倒好，直接改成了塑料泡沫。诱饵无人机更是过分，我们之前聊过俄罗斯的锦绣玉和非洲菊无人机，这非洲菊倒是还好，好歹有个形状，锦绣玉直接用上了胶合板和热熔胶枪，里面再塞个厨房铝箔纸包裹的球，就算糊弄过去了。当然也会有人说啊，这个诱饵无人机只是诱饵，当然是越便宜越好。但是问题是2025年年初的时候，有报道称发现俄罗斯在这些诱饵无人机里也开始安装高爆炸药了。那么既然都这么偷工减料控制成本了，想必俄罗斯的无人机产量一定很高吧。俄罗斯最主要的无人机工厂位于中亚的阿拉布加经济特区内，外界一般称之为阿拉布加工厂。根据泄露的文件，阿拉布加工厂在2023年总共生产了不到3000架见证者无人机，而在2024年前9个月生产了5760架，预计2025年可以涨到1万架。
但这里面有多少水分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例如2024年9月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了俄罗斯的军工委员会，讨论了无人机产量的问题。俄罗斯军工代表称，俄罗斯军工企业在2023年向俄军交付了14万架无人机，而在2024年预计的交付产量是140万架。听上去很多，对吧？但问题是，截止到2025年3月，乌克兰一共也只打下来27000架无人机。按照这个比例，俄军在2024年生产的无人机够乌克兰打到21-24年去了。这个数据靠不靠谱？大家心里肯定有数了。前面我们说到过，俄罗斯的无人机工业起步较晚，发展也比较慢。战争早期，无人机部队都是负责搞一些侦察之类的杂活，在俄军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地位可言。其实这也是俄军眼高于顶的体现。他们在战前着重研发类似于猎户座、猎人这样的无人机，就是把自己当成美军来看。但问题是，美军是什么水平，也是你空天军能碰瓷儿的。开战48小时，连基辅上空的制空权都拿不到。俄罗斯空军几斤几两，想必不用我说，大家也清楚了。在战场上被频频打脸的俄军，开始在无人机的应用上对乌军进行有意识的模仿。下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俄军的无人机战术，分为2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战略层面的，通过中型和大型的远程无人机，搭配一些诱饵和巡航导弹等，对乌克兰境内深处的目标，例如变电站、供暖设施等，实施远程打击，妄图通过营造恐怖氛围、制造民众恐慌的方式，给当局施加压力，迫使乌克兰政府投降。而战术层面的问题就要复杂一些了。我们只讲2024年的情况，俄军在俄乌战争第3年大规模使用了 FPV 无人机，结合有线制导技术，利用其低成本的特性进行前线侦察、精准打击等活动。另一个比较常见的则是所谓的柳叶刀巡飞弹。据媒体报道，截止到2025年，俄军一共使用3000多枚柳叶刀巡飞弹，摧毁了乌军400余辆坦克以及800门左右的牵引火炮等等，命中率相当之高，算是俄军无人机部队为数不多的亮点了。顺便一说，乌军研究出来一种丰厚重型无人机，它可以执行各种任务，例如作为小型轰炸机、自杀式无人机、运输机，甚至是为其他无人机提供通信中继等。当然了，它最亮眼的用途还是用它们来拦截俄罗斯无人机。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，乌军在创新方面要比僵化的俄军强太多了。最后我们来说说乌克兰这边的情况。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，工业基础薄弱的乌克兰大幅提高了攻击无人机和侦察无人机的产量，而且是国内产量。2024年，乌克兰政府拨款20亿美元，生产至少100万架 FPV 无人机，但实际上，仅2024年前3个季度，乌克兰就生产了超过150万架。根据泽连斯基的说法，截止到2024年底，乌克兰每年能够生产400万架无人机。尽管其中一大部分是简单的4轴无人机，但这个数量已经完全可以和坐拥大后方、拥有完整生产能力的俄罗斯相媲美了。那么这些无人机是哪来的呢？自开战以来，乌克兰有200多家无人机生产公司开业，这些公司的规模有大有小，但各有特色。例如天堂公司，他们生产大量的4轴无人机，抗干扰能力和操控能力都十分优秀。天幕杀机公司，他们生产具有夜视功能的重型4轴无人机吸血鬼，由于总是在夜间活动，而且非常致命，被俄军士兵称为雅加婆婆。是的，就是约翰雅克那个雅加婆婆。而除了这些专业的公司以外，乌克兰还发动了大量的市民参与到了制作 FPV 的活动中来。天堂公司和乌克兰政府合作，启动了人民 FPV 项目。他们的宣传语是：你想亲手制造一架可以击毁俄罗斯坦克的 FPV 无人机吗？机会来了。据报道，有的乌克兰市民仅利用晚间下班时间，就能在1个月的时间里生产10几台4轴无人机。最后我们来看看乌克兰小型无人机公司天空小帮手，他们的规模很小，主要的工程师只有2个人，但他们每个月会生产数百架制作精良的侦察无人机，提供给乌克兰前线使用。其中一个工程师来自哈尔科夫的克里尼奇科对记者说道，去年参加波兰的军事展览时，我看到洛克希德马丁、波音等公司制造的武器，它们看起来很漂亮、很先进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他们没办法在我们的战争中派上用场。我们乌克兰人正在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无人机，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工程师一定更聪明，这是因为我们在打仗，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前线需要什么。
而我们的这些知识是用鲜血和士兵的生命换来的。